俄乌终于迎来了一丝和平曙光，法国否决了欧盟援乌决定，此举无异于断掉了泽连斯基的后路。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横 Talk。马克龙来了一趟中国后法国作为美国附庸的身份似乎出现了一些转变，不仅表示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就连支持乌克兰这一件事也开始唱反调了。据环球网的消息称近日有消息人士爆料，法国目前正在阻止欧盟关于出资20亿欧元为乌克兰供应弹药的决定。站在俄乌冲突的角度来看法国否决欧盟援乌的决定无异于是在关键时刻断掉了乌克兰的后路。要知道乌军要反攻这事他们已经说了很久了，结果到现在都没有看到什么行动，局面呢也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巴赫穆特市区和市政府仍然被俄军占着。在战场上表现本就不利的情况下，法国现在还要断了乌军的援助，这就相当于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了，直接斩断了泽连斯基的后路。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算是和平可能终于迎来了曙光。如果乌克兰失去了外来援助，那到时候摆在泽连斯基面前的就只剩下两条路了，要么就跟他之前说的那样为美国战至最后一个乌克兰人，要么就是主动走上与俄罗斯谈判的谈判桌。法国现在之所以要干这件事，主要原因在我看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乌克兰战争持续到现在已经不符合法国乃至整个欧盟的利益了。当俄乌之战爆发后各个欧洲国家可以说是既尴尬又为难。尴尬的是每一个欧洲国家都依赖着俄罗斯的廉价能源，而制裁俄罗斯呢，那就意味着能源危机。为难的是呢，战火就在不远处，他们想视而不见都不可能，而且美国还在那监督着呢。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美国在后面推一把，那恐怕到现在他们还在纠结着要不要制裁俄罗斯。然而乌克兰的援助都给了，对俄罗斯的制裁也治了，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倒是整个欧洲的通胀率一升再升，加之美国银行业暴雷的后续影响，连带上了一票欧洲银行。作为欧盟领头羊的法国自然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想让俄乌之战无法再继续下去。另一方面俄乌战争能够持续到今天，说明俄罗斯已经习惯了西方的制裁，但欧盟却无法适应，不然的话也不会出现通胀飙升、民众上街游行等诸多问题。最关键的是援助是越给越多，可乌克兰军队呢依然看不到获胜的任何可能。当看不到战争的天平向乌军倾斜的时候欧盟内部关于是否还要继续支持乌克兰，自然就会出现分歧。相信此次法国否决欧盟援乌的决定只是一个开始罢了，后续欧盟成员国中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停止继续援助乌克兰了。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各位留言评论，我们下期再见。